谁是祁东海？我就是。你这平均10份的松烟烟台有8份的良品率，远超其他的墨工，可见你平时下足了功夫。你原本是3等墨工，今日升你为2等墨工，功酬加倍。六爷爷，您别在我磨坊前转悠了，不知道的以为您是来讨债的。真娘，您之前跟我说的事情，真娘应下了，但有几句话我必须要说在前头。啊，我回李墨只是帮忙代管，待您寻松回来，解决完松文一事之后，我还是要回我的小李墨坊的。还有，我希望李墨上下可以齐心协力，共度眼前难关。若是被我发现，这有人私底下干一些勾心斗角之事，那我定会按照磨坊的规矩严惩不贷。到时六爷爷莫怪我狠心才是。好，就依你的去办啊。那六爷爷就把磨坊和六房都拜托给你了，啊！谢谢我的好孙女啊！那我，诸位，我受六爷爷所托相助磨坊，想必大家已经是知道了。这前段时间我来过，不过那个时候我是李墨聘请的制墨师，而这一次回来却不太一样。六爷爷亲自进山寻松，我们总要对得起他的苦心。如今李墨的局面，想必大家已经是知晓了。一则松温发了，二则共墨在即，2件事情撞在一起，难度不小。若想过关，还要仰赖整个磨坊的协作，也就是诸位兄弟的支持与团结。俗话说得好，兵无常势，水无常形，该变通的地方就要变通。那么今日，我就抛砖引玉，说出2点我的想法。之一，共墨权乃是李家必争之物，景东叔呕心沥血研制新墨，他所要的东西、物件必须备全。少管事已经清点了名册，这上面的人、物必须专事专办，不可擅动。第二，松温发了，这松材成了稀罕物，而我们库房的存量又有限，还要应对之后几个月已经签出去的订单，我们需要开源节流。之后在烧烟的时候，应该精细地处理好每一块松材。这是你们这个月烧烟的记录，我看了看，看出了一些名堂。祁东海是谁？谁是祁东海？我就是。你这平均10份的松烟烟台有8份的良品率，远超其他的墨工，可见你平时下足了功夫。你原本是3等墨工，今日升你为2等墨工，功酬加倍。多谢曾姑娘。2等，平日再接再厉。2等墨工几个？相当于。张姑娘，这只怕不妥吧？按磨坊的规矩，3等墨工至少需要2年时间，才能通过考核后升为2等墨工。这祁东海来磨坊烧烟，才不过短短1年时间，你看这。少管事，这规矩自然有规矩的道理，可若是死守着规矩，那这规矩变成了枷锁。如今松文发了，诸位少费1碗烟台，便可以多节省出1块松材，咱们的出货就有保障，大家的饭碗才能端得稳。我宣布，从今天开始，我们磨坊用人不拘一格，无论你是谁，是哪一道工序，只要可以像祁东海一样达到80%的良品率，便可以升一阶，不受年限的限制，获得应有的功酬。还望诸位可以多费心，多钻研，共同挺过李墨的难关。
真的假的？哎，那咱们能多挣钱了呀，这是好事啊。甄姑娘，之前是我误会了您，我在这给您道歉了。对，甄姑娘，是我有眼无珠，没能看清楚真相。我也早就想向甄姑娘道歉了，以后但凡是甄姑娘的吩咐，我无一不从。对，都是甄姑娘的。甄姑娘，不知您寻我何事？少管事，您不必客气，我寻您来是想同您商量2件事情。甄姑娘，您现在是磨坊的代掌事，有什么事您尽管吩咐。我看之前我们积压了大量的松烟墨订单，虽说是改了新规，良品率有所提升，但终究不是长久之计。我便想着，您能不能挑出一些平日里跟我合作久的墨商，说服他们，将部分的松烟墨订单转为漆烟墨订单。这倒不失为一个好办法，这事儿包在我身上。再有，我最近看了这账单，发现这2个月的生漆供应量是越来越少，可是这半年6房的生漆减产了。也未曾听闻春花小姐派人来说减产一事。若生漆量一旦跟不上，那这批订单就有2头都交不上的风险，到时候恐怕会鸡飞蛋打，得不偿失，还要面临巨额的赔款。您看，要不要我派人去彻查一下？此事不宜声张，若是让那些墨商们知道我们原料短缺，势必会对李墨丧失信任。那这生漆一事又该如何是好？邵管事，劳烦您盯着磨坊生产，生漆一事我来处理。那就劳烦甄姑娘。劳烦邵管事。景东叔慢行。景东叔，我有事找您商量。快说。是这样的，为了磨坊营收，我将部分松烟墨的订单折价转为漆烟墨订单。李真，既然我父亲把磨坊交给你管理，你自行决断便好，不用与我说道。这生漆一事一向都是由6房来供应的，未来生漆用量只会多不会少，所以我想让您帮忙协调，促进生漆的进量，帮助李墨渡过难关。你是何意？怕我短了你的生漆，故意为难你？李真，今年年份甚好，生漆产量十足。我不妨把话说得再明白些，李真，我即使对你们8房再不满，我也不会坏了李墨的营生，所以
你不要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。看来他并不知情。甄姑娘，哎，哦，甄姑娘，东家在里面呢。多谢。齐东家，哎，甄娘，你怎么来了？我这路过，顺便看看你，向你讨杯茶喝。正好想问问你有没有什么生气的商人，可否介绍一下？没问题啊，请坐。何掌柜，哎，把新到的茶沏过来。好嘞。甄娘，这生漆的商人，我的确是认识几个。那你是想在茶馆见呢，还是在酒楼见呢？我这不重回了里。您看一下这个簪子能当多少？好的。怎么了？活当30两，死当60两。你是要活当还是死当？死当。金簪1枚，死当60两。钱给你，收好啊。谢谢。慢走。客官慢走。何掌柜，把刚才那位娘子当的东西给我看一下。可以。给你。掌柜的，掌柜的，还有生漆吗？卖光了，早都卖光了。这为了给家中多一些进账，半年前呢，便由我做主，分销了一些给外头的商户。这每一笔啊，我上头都做了登记。姑姑，姑父不在吗？啊，德才说是去苏州送货，得有个10天半个月才能回来。哎呀，成身哥，你怎么突然冒出来的？我看你一脸愁容，所谓何事啊？说来听听，让我来助你渡劫。甄娘可不敢劳烦您这位真神。哎呀，甄娘，你这话是在笑话我。我知道，这个家没人信我，整天都觉得我求仙问道不务正业，但我所做的这一切，也是为了保李氏一族平安。爷爷为了家，冒死进山；爹爹为了这个家，没日没夜的研制贡墨。我李正身也该为这个家出一份力，脱下道袍，入世渡人。以后有什么用得上哥的，尽管开口。你也当帮哥一回，一举两得，岂不圆满呀？周神哥，甄娘眼下正好有一事，想请你帮忙。何事啊？我想劳烦正身哥替我跑一趟苏州。苏州？甄娘，你可真是活神仙呢！姑姑给的那些商户全都是假的，根本没这些人。而且我还发现，我那姑父李德才说是去苏州送货，实际上是私自低价出售咱们李家的生漆。人买货的人说了，要没有苏氏这层关系，一般人还买不到呢。苏氏？苏氏又是谁啊？他李德才在苏州养的外室，孩子都有了，他还在外边欠了好多钱呢。周神哥，你确定你打听清楚了？千真万确，要不是你千叮咛万嘱咐，让我不能轻举妄动，我早给他绑回来了。唉，不行，我得将此事告知我爹，让他主持公道。回来！你爹的性子你还不知道吗？我为何让你去苏州而不是别人？此事不宜声张。那你说这事该怎么办呢？你容我想想法子。你记住啊，此事天知地知你知我知，不能告知任何一个人。还有，苏州那边可有安排人盯着？放心，都安排好了。
这吃里扒外的东西。真哥，真姐姐，真姐姐，真哥，今日怎么没有骑马啦？爹不在不好玩。娘，快出来！真姐姐来了。姑姑，你找我啊？今天可真是不巧，润哥今天的生辰，他爹不在，我刚好准备带他去摘柿子。来，润哥，今日是你生辰啊，那正好，真姐姐陪你一起摘柿子，好不好？好，来拉手，走吧，姑姑。娘，我想自己来。爹喜欢软一些的柿子还是硬一些的柿子呀？爹好久都没有回家了，他到底什么时候回来呀？他说好了要回来陪我过生辰。等咱们把这些柿子都摘完，你爹也差不多到家了。真哥，真姐姐帮你一起摘，好不好？好，我这样扶着你使劲儿，这柿子下来也是你自己摘的，好吗？好，来，你看掉下来了，真哥真棒。真姐姐，你好厉害呀！你相信真姐姐吗？过2日，你爹肯定回来了。先挑些软的吧，润哥爱吃。这些硬的呀，等着德才回来就刚好熟了。姑姑可还记得自己爱吃什么样的柿子吗？我前段时间托正生哥去了趟苏州，他查到了一些事情。有些事情可以躲得了一时，但躲不了一世。若是东窗事发，想必到时你两头不是人，最终苦的还是你自己。姑姑，依我对你的了解，你不会做出危害李家的事情。但你可以告诉我，你为何要帮着李德才做假账吗？姑姑，你可知道，他在外面已经有了外室。今日是润哥的生日，他身为爹，却沉浸在外头的温柔乡中，丝毫没有将你们母子放在心上。你还在为他着想。润哥对他爹满心敬慕，我不能让他小小年纪就没了爹。我早就知道他治了外事，可是为了润哥，这个家不能散。我只要不挑明，他至少还会回到润哥身边，我就可以当做一切都不曾发生。真娘，姑姑求求你，不要把事情闹大，你就成全姑姑这一回死心吧。家家有本难念的经，这件事情上，我确实没有什么立场同你说这些。但是李家之祸迫在眉睫，我必须要给李家一个交代。我可以不将此事闹大，但你也必须答应我几个条件。第一，日后不得再私运生妻，若有下次，绝不姑息。第二，你不可以再帮着他做假账了，就算是为了润哥，你也千万不能把自己搭进去，明白吗，姑姑？谢谢你，真娘。